从台湾搭飞机3小时45分钟左右，就可以抵达日本北海道。北海道位在日本的最北端，是日本第2大岛。上一集完爆北海道，我们介绍了函馆、札幌、小樽、登别跟旭川这几个主要地区的景点。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详细介绍在出发北海道之前的准备事项有哪些，从决定天数、订机票、住宿到准备行李、出入境须知、抵达当地的交通跟景点买票、购物，还有最后回台湾要注意的地方。我们也会推荐一些热门伴手礼给大家参考哦。我们来看北海道的月均温，四季气候分明，都有不同风景可以欣赏。冬天可以赏雪、泡温泉或滑雪，春天的话4到5月有樱花。这边有一张北海道的樱花地图，排行程的时候可以看看要去哪里赏樱。夏天的话会有满满的花田，尤其是薰衣草，天气也不会太热，所以蛮适合避暑的。秋天的时候可以赏枫，人潮也会比较少。不想要人挤人，就可以挑这个时间前往。旅游旺季会是在12月到2月跟5月到7月，有雪跟花田是游客特别多的时候。如果有时间的话，会比较建议大家安排至少5天去北海道，可以安排函馆1天、札幌2天、小樽1天。图上是主要可以安排的几个景点。如果可以玩6天以上，就能再安排到像是登别啊、旭川等景点。这边我也提供几个主要景点。除了以上这几个热门推荐之外呢，另外还有很多景点都能在玩爆北海道看到介绍。片尾有 QR code， 可以扫描汇入 Google Map 地图清单。只要用手机开启可以扫描 QR code 的程式，扫描以后点进去网址，这边就会看到北海道的地图清单，点选上面的储存清单，就可以成功储存啦。在 Google Map 下面的已储存，就可以看到北海道景点清单了。想好什么时候出发，就可以来订机票啦。这边列出几间常见的航空公司给大家参考，淡季跟旺季的票价会有一点差异。通常要前往北海道，比较多都是直飞札幌、新千岁机场的班次。函馆也会有一个机场，但是从台湾直飞的航班就很少，所以价格比较高。这边要订机票，大致上有3种管道，网络上可以找到非常多种比价网站，你可以一次看到各家航空的航班时间跟价格，但是会比较建议看好你要搭的航班之后，再到航空公司的官网订购，或是去旅行社的网站订，因为用比价网站直接下单的话，有可能被带到第三方的国外网站，就有可能出现问题，但无从解决，会比较没有保障。预订机票的时候，记得仔细看一下你要购买的机票有没有包含行李，像是左边比较便宜的机票，其实就只是包含手提行李，没有托运行李。如果你有购物的需求，可能就要特别注意。另外要确认一下护照有没有过期，如果过期了，就要在出发前赶快去换好。这边列出几个住宿主要会选择的地方，可以依照你的行程安排来决定要住哪一个城市。网络上也会有非常多的比价跟订房网站可以去下单。预订的时候记得要留意住宿是否包含早餐，可以选择要不要加购。当天办理入住，只要出示护照或是订房编号就可以了。北海道的插座是2孔扁平形的，一般台湾的双头插座可以直接插电使用。如果你有用3插头电器的需求，就要另外准备转接器。虽然北海道的行动支付还算普及，但还是建议要带一些现金跟信用卡。储值的交通卡也能在便利商店、部分餐厅店家使用。Visit Japan Web是一个可以事先填写，用来缩短入境审查时间的流程。
最早可以在出发前2周开始，到入境日本前6小时内填写。这个网站的网址我会放在资讯栏。点进来之后，要先登入。如果你没有账号，就要先建立一个新的。上面可以切换显示的语言。登入进来之后，就要登录本人的资料。这边依照实际情形来填写就可以了。最下面的是否使用免税 QR code 码，会建议先勾选是。再来登录护照资料，这边你可以拿护照出来拍摄。接下来就是确认资料有没有正确，没问题的话，登录就完成啦。这边你也可以登录同行家人资料，但建议是有无法自行办理手续的婴幼儿或年长者，再填写进同行家人。如果是可以独自办理的家人，还是自己登录一份资料，入境手续也会比较顺利。点进来以后，最多可以追加10位家人。后面登录资料的步骤就会跟前面登录本人资料的步骤是一样的。接下来点选登入新的入境回国预定。这边如果有同行家人，记得勾选一起登入。你可以自己取一个旅行的名称，再输入抵达日本的预定日，接着输入航空公司名称跟航班号，可以在信箱收到电子机票上找到的资料。还要输入住宿的地址，可以到 Google Maps 搜寻你预定的住宿，在邮递区号的地方通常有7位数字，输入之后点选这个以邮递区号自动输入，下方就会自动填写好他们的地址了。在日本国内可联络的电话号码，可以填写住宿电话或是自己的手机号码。最后确认自己填写的资料是否正确，确认好就可以点选登录预定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再来按返回入境回国手续，接着要填写入境审查及海关申报，这里有说明是什么时候要使用到的。这边就填写自己的基本资料跟入国日，还有航班号跟出发地。住宿的地方这边会自动带入前面填写的资料，所以这里就不用更改，按下一步就可以了。另外要填写入境目的跟预定停留的时间，写上天数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是回答外国人入境提问事项，这边会有蛮多问题需要回答的，就按照实际情况来回答就好。最后要确认刚刚填写的内容是不是都正确，往下滑勾选正确，这样就登入完成了。回到这个画面，检疫这一块可以忽略，现在已经不用填写了。都登录完之后，就可以点这个显示 QR code， 出来的这个 QR code 就是在过海关的时候会用到的。另外还有这个免税的 QR code， 这样在入境完才能建立的。过海关之后，你的护照上面会盖上上路许可证的印章，印章上会有一个条码，建立免税 QR 码时会需要用到。有了免税 QR 码，就可以用来购买免税商品。但因为现在还没有全日本都使用，还是建议要带着护照。首先，如果你用的是 iPhone 的 Safari 浏览器，在网页下方点选这个图示，下滑找到加入主画面，按右上角的加入或是新增，就可以在手机主画面看到了。这边要特别注意的是，一定要在有网络的情况下，先点主画面的图示进去登录，然后勾选保持登录状态，这样离线的时候资料才能使用，因为离线的时候是无法登录的。那如果你是用 Android 系统，或是使用 Chrome 浏览器，在网页下方会有一个弹出视窗，可以点选新增自主画面，然后再点选这个安装。如果没有看到弹出视窗，可以点选右上角这个3个点点，在里面选择安装应用程式，之后就可以在主画面看到了。这边也要记得点选图示进去，保持登录状态。在登机前可以先网路报到，能节省到机场柜台报到的时间。如果你有行李要托运，到机场之后
可以直接去托运行李柜台就好了。但是在旅游旺季的时候，还是要斟酌早一点到机场，以免过海关的人数很多，还是会需要一点时间。这边列举的是桃园国际机场的航空公司里面，可以使用手机 App 或是网页网路报到的航空公司。后面我会操作给大家看网路报到的流程。在起飞前48到1个小时可以办理线上报到。首先你要先下载航空公司的 APP， 注册登入之后就会看到这个画面，接着就点行程管理跟报到。这边要输入的是定位代号跟姓名，定位代号可以在机票确认信里面找到。进来之后往下滑，找到报到。这边如果是一起订的机票，也可以一起报到，这样就可以完成报到了。往下滑的话，会看到电子登机证，我们点进去，这边就会有一个登机的 QR code。如果你没有行李要托运的话，到机场就可以直接用这个进去。报到之后，这边也可以免费选位置。接着是一些行李的规定，手提行李有大小的限制，液体的话每瓶不能超过100毫升，是以瓶身血的容量为主。还有易碎的 3C 用品都比较建议随身携带。托运行李主要是重量的限制，有打火机啊、行动电源等等的也不能托运。在今年开始，有很多航空公司对行动电源都有新的规范，除了原本就规定不可以托运之外，也严格禁止在机上使用行动电源。携带行动电源的瓦斯也有特别规定，可以看一下行动电源机身的标示。但大多数常用的行动电源都不会超过100瓦时，除非有带特别大容量的，不然不用太担心。在飞机上也会有空服员跟你询问有没有需要入境表格，入境携带品、申报单跟入境表格是一起的。如果你是已经线上登录好 Visit Japan Web， 就也不用再填写这些。这边整理出的是北海道的主要交通方式，可以搭乘 JR 或是巴士、计程车，还有租车自驾。地铁是只有在札幌才有，跟路面电车。到机场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要去住宿放行李。这边统整了5种从机场到市区的交通方式，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跟时间、旅游人数等等，再来决定要搭什么交通工具。如果想要包车或是自驾，就建议要提前先预定。首先跟大家介绍北海道的 JR 几个主要的大站，有札幌啊、小樽、函馆、旭川、富良野。列车分成4种，最快的新干线、特急列车，还有类似区间车的快速普通列车。这边我也介绍一些 JR 的优惠券，可以依照行程安排计算车票之后，再决定要不要购买。JR 北海道 Pass 适合要长途移动，几天内想要跑很多个城市的人。地区限定的观光 JR Pass 适合想要在固定地区深度旅游、行程集中、需要密集搭车的人。富良野美瑛铁路车票适合行程重点放在富良野跟美瑛一带的，而且会需要多次搭乘 JR 的人。这张票是夏季限定，都会跟赏花的临时观光列车一起发行。札幌小樽 Welcome Pass 这个是适合想要短期自由行的人，尤其如果你是第一次去北海道，想要1天内玩遍札幌跟小樽，你就可以考虑买这张票。接下来是札幌的地下铁，市区内到各个景点移动都蛮方便的。图上有各个景点所在的站点，有的再搭配坐巴士也能轻松抵达。札幌地下铁的票价是以距离计算的，也有1日券可以购买。如果你1天内搭乘3次以上就划算。札幌还有路面电车，也就是市电，去一些景点也很方便。车种还有新型的电车、北极星跟超复古的 M101 号车。市电的票价
就都是统一的一次计费。如果要安排一天在市区去很多地方，也有搭配地下铁的一日券。另外，你还可以自己选择租车自驾，这边我列出的是不同车型跟费用，还有不同情形适合的车型建议。到北海道租车，有的公司会限制要年满20岁，或是领到驾照1年以上才能租。记得要去申请驾照日文译本，台湾的国际驾照是不适用的。其他的注意事项也给大家参考。另外，因为北海道的冬季会降雪，如果要自驾的人就要多多注意安全，也要确认一些装备是否齐全，让旅途更顺利愉快。这边有几个景点的票券是可以在网络平台购买的，当天只需要出示手机 QR code 就可以入场了，非常方便。相关的购票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给大家。这边是札幌的购物地点，还有每个百货主要卖的商品，可以根据想逛的店家来排进行程内。小樽在介町通商店街跟运河周边，有当地知名的玻璃工艺品。小樽站附近是有一些连锁商店可以逛。函馆的话，主要是车站跟红砖仓库群，可以买到伴手礼啊、文创小物等等。函馆超市周边则是有海产跟土产零食。有 Japan Tax Free Shop 标志的商店，通常是满5000日元就可以办理退税。消耗品如果要办理了免税，就要到出境才能使用。搭飞机回台湾的时候，有些东西是不能带回台湾的，所以要注意带回来的食品成分有没有带到违禁品。关于烟酒也有数量的规定，超过的话就要申报。这边列出的是北海道的推荐伴手礼，其中白色恋人、六花亭跟cheese蛋糕是最受旅客欢迎的伴手礼，最多人买回家。这边跟大家分享几个在日本旅游可以使用的 App， 各有不同的功能，都可以参考使用看看。最后是几点日本北海道的注意事项，就再多多注意啦。下一集我们就要开始介绍北海道的行程咯，记得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。